生肖马在2025年3月的运势将受到整体星运与五行流转的深刻影响。2025年是乙巳蛇年，属木火相生的年份，而进入3月后，春意渐浓，木气进一步增强，形成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气场。对于生肖马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也是一个需要面对挑战的关键节点。事业、财运、感情和健康4大方面的运势都将呈现出一定的起伏。如何在这一阶段调整自身步调、修正方向，将直接决定未来的发展轨迹。因此，生肖马在3月的运势十分关键，请属马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掌握。首先，对于生肖马来说，2025年3月的事业运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态势。由于乙巳年的能量在3月发生微妙变化，生肖马天性中那股勇往直前的行动力虽然依然存在，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阻碍。这种阻碍可能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市场竞争加剧、资源分配不均，也可能来自内部因素，比如团队协作不畅或个人计划的执行受阻。尤其是在涉及重要决策和具体执行的环节，生肖马可能会感到进展缓慢，甚至偶尔陷入一种有力使不出的状态。具体而言，这个月对于部分生肖马来说，原本看似顺利的项目可能会突然遇到瓶颈。例如，一个计划已久的提案可能因为细节问题被搁置，或者团队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导致效率下降。更有些人可能会面临来自上级的质疑，甚至需要重新调整已经敲定的方案。这种情况虽然令人沮丧，但并非无解。关键在于生肖马需要摒弃固执己见的习惯，学会灵活应对。3月木气旺盛的特性，恰恰为生肖马提供了提升思考能力和沟通技巧的机会。只要能够冷静分析问题根源，并主动调整策略，许多困境都能迎刃而解。对于从事管理、策划或创新相关行业的生肖马而言，3月的事业发展尤其依赖团队协作的质量。如果团队内部的配合不够默契，或者因为沟通不畅而产生误解，可能会直接拖慢整体进度。因此，生肖马在这个月需要特别注重与同事、下属或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及时澄清模糊地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此外，3月中旬前后，可能会有新的合作机会浮出水面，比如接到一个跨部门的协作邀请，或者某个外部资源主动抛出橄榄枝。然而，这些机会并非全都值得把握，生肖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评估潜在风险。尤其是在签订合同、投资资源或尝试跨行业合作时，务必认真审查条款，确保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控，以免为未来埋下隐患。对于职场新人或正在寻求突破的生肖马而言，3月是一个调整状态、积累经验的好时机。虽然短期内可能不会有显著的升职加薪机会，但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可以为下半年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建议利用这个月多学习与工作相关的知识，或者主动参与一些能够展示个人能力的项目，哪怕暂时看不到回报，也能为未来的职业道路增添筹码。在财运方面，生肖马2025年3月的表现整体趋于平稳，既没有大幅增长的惊喜，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这是一个需要稳扎稳打的时期，任何急于求成的心态都可能适得其反。正财方面，生肖马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本职工作，薪资水平基本维持稳定。虽然不会有突如其来的加薪或大幅提升，但也不会因为外部因素导致收入明显下滑。对于那些有固定职业的生肖马来说，这意味着只要保持当前的工作状态，就能确保财务的基本安全。然而，这个月的正财增长空间有限，
想要通过额外的努力获得显著回报并不容易。部分生肖马可能会在工作中获得一些小额奖金或绩效奖励，比如因为完成某个任务而得到一笔额外的补贴，但这些收入的规模不足以改变整体财务格局。因此，3月更适合用来巩固现有收入渠道，而不是盲目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对于那些正在考虑跳槽或转行以提升收入的人来说，这个月并不是最佳时机，建议先观察市场动向，待时机更成熟时再采取行动。偏财运方面，3月的走势较为动荡，充满不确定性，市场中可能会偶尔浮现一些看似诱人的投资机会，比如某只股票突然上涨，或者某个理财产品宣称高收益，但这些机会背后往往隐藏着较高的风险。对于缺乏专业知识或投资经验的生肖马而言，贸然入场很可能因市场波动而蒙受损失，特别是短线投资，比如炒股或投机性强的项目，如果没有充分的分析和准备，失败的概率会远高于成功。因此，建议生肖马在3月保持谨慎的投资态度，宁愿选择低风险、回报稳定的方式，比如银行定期存款或稳健型基金，也不宜因为一时的贪心而冒险尝试未知领域。此外，3月的开支可能会较平时有所增加，这些额外的花费可能与家庭、健康或社交活动有关，例如家中可能需要添置一些生活用品，或者因为朋友聚会而多了一笔娱乐支出。对于健康方面的投入，比如体检或购买保健品，也可能成为本月预算的一部分。为了避免因过度消费而影响整体财务状况，生肖马需要提前做好理财规划，合理分配收入，确保收支平衡。对于那些希望提升财运的人来说，3月并不是依靠运气发横财的月份，而是更适合通过学习理财知识或提升职业技能来增强长期的财富积累能力。只要脚踏实地，就能为未来的财务增长奠定基础。感情方面，生肖马在2025年3月的情绪波动较为明显，这种起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尤其对于已有伴侣的生肖马来说，这个月需要特别注意沟通方式。由于流年能量在3月发生转变，生肖马的内心可能会变得敏感而急躁，容易因为生活中的琐事与另一半产生摩擦，比如家务分工的不均、工作压力的宣泄，甚至是对未来规划的不同看法，都可能成为争执的导火索。如果处理不当，这些小矛盾可能会逐渐升级，甚至影响到关系的稳定性。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主动沟通，而不是将情绪压抑或任由误解发酵。生肖马天性直率，有时可能会因为过于坦诚而无意伤害对方，因此在这个月需要多一些耐心和体谅。建议在发生分歧时，先冷静下来，避免用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然后通过平和的对话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于部分生肖马来说，3月还可能因为家庭事务而与伴侣产生意见不合，比如关于子女教育或双方父母的安排，这时更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以免矛盾加深。对于单身的生肖马而言，3月的桃花运相对平淡，虽然社交场合中不乏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但这些关系大多停留在表面，很难迅速发展成深入的感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生肖马自身在这个月的情绪状态不够稳定，缺乏主动追求的动力，另一方面则是遇到的对象可能与自己的期待有所差距。如果想要在感情上有所突破，生肖马需要主动迈出第一步，比如参加更多社交活动，或者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新的人。同时，在选择交往对象时，不宜仅仅被外在条件吸引，而应更多关注双方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是否一致，以确保关系的长远发展。对于已婚的生肖马来说
3月需要特别关注家庭关系的维护。由于工作压力或生活琐事的影响，部分人可能会无意中忽略伴侣的感受，导致对方心生不满甚至抱怨。长此以往，小问题可能会演变成大矛盾。因此，建议生肖马在忙碌之余，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哪怕是简单的晚餐或散步，都能有效增进感情。对于那些有孩子的生肖马来说，这个月也可以通过与孩子互动来缓解家庭的紧张氛围，同时增强彼此的信任和依赖感。只要用心经营，3月的感情运势虽有波折，但仍能保持稳定。在健康方面，2025年3月的木气旺盛，对生肖马的肝胆系统影响较大。同时，由于水火交汇的能量作用，肠胃功能也可能出现波动。部分生肖马在这个月可能会感到身体疲惫不堪，睡眠质量下降，甚至偶尔出现头晕或食欲不振的情况。对于那些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或生活节奏不规律的人来说，这种不适感可能会尤为明显。如果不及时调整，很容易导致身体进一步透支。饮食是健康管理的重点，3月建议生肖马减少摄入辛辣、油腻或过于刺激的食物。此外，生肖马的情绪波动在这个月对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压力过大或焦虑情绪积累，可能会导致肝火旺盛，表现为口干舌燥、易怒或失眠等问题。因此，适当的放松活动尤为重要。3月的天气变化也需要特别注意，春季气温起伏不定，容易引发感冒、过敏或呼吸道不适。生肖马出门时应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增减衣物，避免因着凉而生病。对于有过敏史的人来说，这个月还需留意花粉或尘螨等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对于年长的生肖马而言，除了关注肝脏和肠胃健康外，还要留意血压和心血管问题。综合来看，生肖马在2025年3月的运势虽然呈现出一定的起伏，但并非完全不可控。事业上需要灵活调整策略，避免因固执而错失良机。财运上以稳中求进，不宜冒险追求短期暴利。感情上要以沟通为重，避免因误解而影响关系和谐。健康上则需关注肝胆和肠胃，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这个月的核心关键词是调整与适应。只要生肖马参考上述解析建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调整，不仅能化解当前的困境，还将能为接下来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